各位师兄师姐，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今天的线上读书会，很高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提升气度，不嫉妒。您曾经有过嫉妒的心吗？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有嫉妒的心。那先分享一个小故事哦。曾经有一只老鹰，就是很嫉妒另外一只老鹰啦，飞得好高，飞得很快，飞得很好，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就跟猎人说啊，那我很讨厌另外那一只老鹰，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它射下来？猎人说没问题，可是你也知道我现在这支箭缺了羽毛那我必须把你身上的羽毛拔一根下来，我才能射。那老鹰说没问题，你就从我身上拔羽毛吧。他就把羽毛拔下来，做了一支箭射过去，就没有射中。我还需要你的羽毛，我要继续的射。第二支没射中，第三支没射中，结果到最后他身上的所有羽毛都被拔光了，都没有射中。然后这个时候猎人就一把把那个老鹰抓住了，他说哈哈，你现在是我的囊中物了。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就是嫉妒。表面上你要去伤害别人，其实受伤害的是自己。那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看得到很多这种嫉妒的例子啊，那种嫉妒心怀恨在心，甚至去杀害别人。像俄罗斯有一名模特啊，他本来有很好的前途，但是姐姐嫉妒心作祟，竟然去杀害他，把他妹妹的耳朵割下，甚至眼睛啊也挖出来，那种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残忍啊。可是这就是姐妹之间的那个嫉妒心。还有呢，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个新闻，是肯亚有一个老夫妻，因为他的老太太嫉妒她99岁的丈夫就是媳妇照顾她99岁丈夫啊，那她觉得看到那种情景就非常的生气，就起了嫉妒心，所以就把她丈夫砍死了。这个是在肯亚发生真实过的新闻。那还有一个台湾呢，大家可能印象都还很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高雄的城中城大火，就是在2021年的10月发生了大火，造成46个人死亡，40多个人受伤。那后来调查，就是当时52岁的妇人黄格格，可能怀疑她53岁的男友就嫉妒吃醋，醋劲大发，所以喝酒之后就纵火，就是把那个灰烬倒在小房间的沙发上，就引发了大火，造成46个人死亡。你看，这也是一念的嫉妒心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看过一些跟嫉妒有关的一些名人说的话，比如有一句话说，嫉妒使他人和自己两败俱伤。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鹰的故事，是不是两败俱伤？好，其实甚至没有两败俱伤，因为那只老鹰它还在天空飞得很好，可是自己却沦为猎人的囊中物。那还有一位法国的名人说，嫉妒是万恶之源，怀有嫉妒心的人不会有丝毫同情心的。其实我对这句话是没有完全的尽信，因为我发现其实有些人还是有同情心，可是嫉妒心也是很重。好，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可能部分同意。那还有一位作者马克思威尔莫尔兹，就是《你的潜能》这本书的作者，他说嫉妒阻止你达到高尚完美的自我。还有一位诗人德莱顿说，嫉妒是灵魂的偏见。还有一位黑格尔说，有对嫉妒心的人，自己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就尽量去低估他人的伟大，贬低他人的伟大，好像自己跟他一样相齐。那还有一位哈利法克斯说，怨恨有时候还会喘息，嫉妒却不会。那还有一位古罗马的诗人赫拉斯说，嫉妒人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他人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那还有人说，嫉妒是心毒，内心的肿瘤。我们要吃东西都不会接触毒的东西，可是那个嫉妒心引起就是心内的毒，而这样的一个嫉妒心也是内心的肿瘤。我们大家谈癌色变，
但却没有想到我们心中的癌，却可能因为我们的嫉妒心而慢慢的蔓延，慢慢的扩大。那嫉妒就像一把刀，你以为刺在别人的身上，其实是插进自己的心里。刚刚那个老鹰的故事啊，真的就是最好的说明。那还有人说，嫉妒别人创造了地狱，创造了自己的内心的地狱。那我自己想到一句话，就是说嫉妒会耗损你往前的力量，拖慢你成功的速度。因为当你嫉妒别人的时候，你眼中就只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处心积虑，甚至可能会搞小动作去说人家的坏话，甚至去伤害别人。那你自己往前的力量就被消耗掉啦。那也因为你自己停留在脚步，在这个地方一直去羡慕别人、嫉妒别人、怨恨别人，你自己成功的速度也会被你拖慢，甚至本来你可能会成功的，但是后来却没有办法成功。那我也想到啊，嫉妒心其实多多少少都包含了五毒：贪、嗔、痴、慢、疑。其实仔细想想，真的嫉妒心都包含了这五个东西在内。再说一个佛经上的故事，可能就是妒忌招引而杀业，就是悟达国师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悟达国师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曾经有一个僧人，他非常有爱心，看到另外一个生病的僧人，大家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他就很耐心的照顾。然后后来要离开的时候，这个生病的僧人就跟他讲说，将来如果你有事情，可以到某一个地方来找我。好，那他就记住这句话了。那后来就继续他的行程。结果这个僧人后来当上了国师。那当上了国师之后呢，他骄傲兴起，就有一次皇上赐他一个檀香椅，他要上座的时候不小心膝盖碰到了，生了人面疮。后来那个人面疮不但会说话，还会吃东西，痛苦，非常的痛苦，找了最有名的御医都没有办法治疗好。那后来呢，他就想到病僧当时跟他说的话，所以就去按照当时病僧跟他讲的地点去找到了病僧。然后这个病僧就请他去溪水边去清洗这个溪水。然后正要清洗的时候，这个人面疮说话了，他说：且慢且慢，你有没有听过袁盎斩曹错的故事？他说：我知道，我就是当年的曹错，你就是袁盎，我被你腰斩于东市，我非常的生气，一直想要报仇。可是你这10世以来修行都非常好，我没有办法靠近你。可是这辈子因为你骄傲兴起、傲慢兴起，让我有机可乘。还好现在碰到迦诺迦尊者化解我们这样的一个冤业。那再回到袁盎曹错的故事，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冤业呢？是不是可能也因为两人都位高权重，可能也是有那一份嫉妒心慢慢引发出来这样的结果呢？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份嫉妒心牵引了10世的恩恩怨怨，还好最后有了化解。好，所以这是妒忌招引杀业的故事。那我们都知道6道轮回当中有一道是阿修罗道，那他是修善，其实也是很喜欢做好事，有爱心，但是妒忌心很重，嗔恨心很重，喜好争斗。那男众面相是不好看的，拿着武器；女人是妖娇美丽啊，好，怀疑心很强，妒忌心很强。那我们说到妒忌，好，一定会想到宫斗剧啊。那像什么《后宫甄轩传》哦，听说那个是念轩，不是念《甄嬛传》啊。那还有什么《延禧攻略》啊？哇，好多很多这种宫斗剧啊。那我自己也曾经看过，我就在想，这些宫女她进宫前可能的愿望是说，哇，如果我能够被选进宫内当宫女，那这是我很大的福报，我一定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可是当她真的进入宫廷当宫女的时候，她会因此满足吗？不会，她会继续怎么样？会继续希望能够更靠近皇上，甚至成为宠爱，甚至成为皇上唯一的最爱。
可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嫉妒心很强。为什么那个人皇上特别喜欢他？为什么那个人皇上对他特别好？就开始有嫉妒心，有嫉妒心就会想去杀害别人，甚至呢这些宫斗剧当中啊，什么下毒啊，甚至皇上跟其他宫女生的小孩都要把他毒死啊，哇，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好，所以你看，一份妒忌，原本他如果安于现状，不要去妒忌别人，跟每个人结好缘，可能不会有可能最后也死掉的后果。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那种陷害别人的人，到最后自己也死于非命，这样的例子故事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也知道有一句话说既生瑜何生亮，好，这也是一种嫉妒心的作祟。那披头士合唱团保罗麦卡尼还有约翰兰农，后来我看过一篇报道，就说其实他们之间彼此也有心结，会彼此的嫉妒。比如说保罗麦卡尼写了一首歌，约翰兰农那几天就可能有一点不愉快的感觉，好像也要再写一首歌，希望能够超过保罗麦卡尼。好，所以虽然他们是一个 team， 是一个团体，可是彼此还是有这样嫉妒心作祟。那再说我父亲好了，我父亲是宜春歌王倪斌，那他早年在歌坛上非常风光的时候，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大明星。那他就说很多大明星啊，尤其在歌厅来讲，好，早期还有歌厅哈，那他们都会争着唱压轴，就是要唱最后，因为他觉得唱最后压轴那个才是主秀，是王牌。所以如果两个都很有名，其中一个唱压轴，一个不是的话，另外一个人就会说：为什么你可以唱压轴？凭什么你可以唱压轴？哇，那种嫉妒心非常强，在演艺圈、在歌坛里面，其实时有所闻哈。那但是我要说另外一个故事，好，是一个抢后座的故事哈。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会想要抢后座，什么金马奖以后，然后或者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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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影后哈。那跟他分享，10多年前，我跟万芳还有潘丽丽到美国纽约，还有北加州去主持活动，我也去演讲，然后去参加了募款餐会。那我觉得这2位真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3个人就约在中正纪念堂，他们比约定的时间还要早，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到了机场。然后一路上就感觉他们俩真的是相当的平易近人。那我说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去接受一个广播媒体的访问，出来之后，哇，发现那个万芳啊就开始跑步，跑到车上。我说干嘛跑呢？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因为万芳之前到慈济的时候，然后他就看到很多师姐在一个行程结束后就用跑到车上，他也很纳闷啊，所以他那时候就想说，师姐为什么你要跑呢？他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坐比如9人座或7人座的车子，第3排因为你要跨过第2排，而且在后面比较颠簸，所以比较不好坐，所以师姐就想说啊，万芳你是贵宾啊，我们一定要让最舒适的位置给你坐，所以呢他们就跑到后面坐后座。所以后来万芳知道了这个秘辛之后啊，好，他就开始跟师姐跑步要争后座。就潘丽丽知道之后，也开始加入这个抢后座的行列。那当然我是唯一的男生，所以我就唯一选择就只有坐前面的位置，就没有跟他们争后座了哈。所以我觉得很有趣。你看一般的那个演艺圈啊，都是要争后座，金马奖影后啊，事实上他们2位都是影后，一个是韩国的影后，一个是金钟奖的影后啊。那但是我看到他们却是抢后座，后面的后啊，所以真的看到这2位大明星，他们很让人敬佩，值得学习的一位。那事实上他们有时候跟师姐聊，他们说师姐啊，如果在外面参加活动、国际赈灾啊，也常常会闯床啊，闯床为什么？就是先把地板上的先睡，把那个舒适的床让给后来的人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听起来就是让人家觉得非常会心一笑，慈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幽默。但是并不是演艺圈都是这样子。好，举一个例子，
在2004年，曾经有一个某气象台的主播，他的化妆箱失踪了，就后来才发现是被另外一个主播偷走了。那事实上，最近某一台也发生了女主播之间的一些勾心斗角的事情，甚至闹上了台面，报纸都有刊登哈。所以其实嫉妒心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那我们更要说同行相忌啊。那如果是跟你毫无关系的人，你大概还不会去嫉妒他。可是就在你身边的人，而且跟你是同行业的，你更容易嫉妒他。所以有一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泰瑟就说，人们面对亲近的好友，在与自己相关领域获得成功，特别容易引发嫉妒心。那事实上，嫉妒心是不是人类才有，并不是哦。其实动物也有嫉妒心哦。那网络上就有很多，比如说这一只小狗跑到主人的怀里，另外一只小狗怎么样，也会跑过去争宠哦。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哦。那事实上还有呢，还有的话就是包括可能，比如说一对男女朋友或夫妻，他们可能牵手拥抱，就小狗也会吃醋好，会跑到他们的中间说：“为什么你不抱抱我啊？为什么你要抱他啊？”等等。事实上，在动物的互动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嫉妒心。那甚至呢，小朋友有没有嫉妒心？有啊，我也看过，曾经有小朋友就是把他的弟弟妹妹可能推车推下去这样的一个画面。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弟弟妹妹刚生出来之后啊，我还听到我的同事说，他的姐姐就拿保特瓶去敲他的头，好，因为他被父母的爱可能就被剥夺了，就被分散了，好，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嫉妒心起。那而且小朋友常会说不公平，不知道各位大家有没有看过大爱剧场《我爱美金》里面的歌非常好听，剧也非常好看。里面的歌词就说：“老师不公平，对女生偏心，影响我的上课心情。不公平，王子别那么幼稚，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所以其实嫉妒心啊，不是只有在大人有，不是只有在动物之间有，其实在小朋友当中，其实也都有哦。好，那现在重点来咯，如何跨越嫉妒呢？我从第一个角度来看，先想想看，别人可能人前风光，晚景凄凉。我说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如果今天我说有一个人，他的外曾祖父跟外曾祖父的弟弟是首相，他自己也是首相，而且他还是在任最久的首相，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好厉害哦？真有福报，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羡慕的人，对不对？对，但是这个人最后却被暗杀了，他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们一家3代是首相而且他是任期最久的首相但是最后却是遭遇了这样的一个结果，生命失去了。所以有时候想想人前风光，但是他命运的最后是不是真的一样的好呢？不一定。比如说我们说 Michael Jackson 还有惠妮休斯顿，其实他们这么红的国际巨星，但是晚景凄凉。还有呢，伊丽莎白泰勒，她说：“上帝给我美貌，给我名声、成功和财富，所以没有给我幸福。”这句话就代表她其实不幸福，她拥有了其他的东西，但是她没有了幸福。好，一样这么风光的大明星，她说她自己没有幸福。而且我们说高处不胜寒，当你爬得越高，担心可能被拉下来，只剩下了下坡路。好，所以陶大伟有一首歌啊，叫《妈妈的话》，他说：“你不要羡慕那有钱的人，有钱的烦恼你一定听闻，也不要追求那虚荣名声，爬得越高就跌得越深。”我很喜欢这一首歌，因为真的提醒我们，不要一直羡慕别人，不要去嫉妒别人。守住本分，去跟人处处结好缘，那是最好的。好，刚刚我说的方法是酸葡萄心理，其实这不是一个很正向的跨越嫉妒的方法，但我想把第一步跟大家分享。这种酸葡萄心理，刚刚讲的是第一步，接下来说第二个，我们要想想看人家成功的背后付出了多少代价。比如说成龙，
李连杰国际巨星，可是各位要知道，他们成为国际巨星之前，受了多少的身体的伤呢？好，之前曾经看过一部图啊，好，尤其是成龙的一些功夫片，很多是不用替身的，所以摔伤什么很多啊。然后包括成龙拍《12生肖》，有一个表就列出来说他哪边受伤，哪边受伤，哪边骨折，好，等等等等，全身很多都是伤。那李连杰呢，也因为拍功夫片，也造成很多伤害，所以之前很多人都说他就提前苍老。好，所以想想看，人家成功的背后，我们只看到人家哇，为什么成龙、李连杰这么的红，国际巨星呢？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付出了多少的代价？而且我们很多人都想说要争点阅率，要成为最红的人。可是目前我觉得这2个人最红，你愿意当他吗？第一个是普廷，第二个是泽伦斯基。我相信大家不会想当他们，对不对？那如果连最红你都不会想当他，你又何必在意这个人他可能他的点赞数比你多多少呢？其实想想看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而且这样的一个嫉妒心会伤害职场、商场。好，嫉妒不只会伤害关系，会扰乱团队，打击士气，降低绩效。这是哈佛商业评论说的。妒忌2个反应就是贬低还有疏远。结果呢，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请2组企业经理人评估对手一项企划，一组是直接评估，一组先写下自己的优点，说自己看重的价值，然后再说对方的企划好不好。结果他们发现，有先写下自己优点的人，会多60%的时间看别人的企划。就是说，代表我可以肯定你好的地方，因为我先肯定我好的地方，所以我不会因为肯定你而贬低我自己。我觉得这个结果蛮有趣的，好，非常有趣。其实这也是我要跟大家说的第3个跨越嫉妒的方法，就是当你有高度的时候，你就不会嫉妒；当你先肯定自己拥有的价值的时候，你就不会贬低别人的价值。好，这是我第3个要跟他说跨越嫉妒的方法。那我说一个故事，我这里有很多的演讲，那我也很喜欢听别人演讲。有一次我听了两性专家吴娟瑜老师的演讲，他跟我说了一段故事。他说他出门在外，跟先生出门的时候，大家都会找他签名啊、照相啊。他就问他先生说：“你会不会吃味啊？大家都找我，大家都认识我，然后都找我。”先生说没有一个教练会和选手吃醋的。我当下觉得这句话真的好有趣哦。也就是说，他先生自认我就觉得自己是教练，真的啊，教练当然不会跟选手吃醋啊，教练绝对希望选手能够表现得更好，甚至拿到世界冠军，那是最好的。好，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有高度你就不会嫉妒的一个例子哈。那我这里想到，当你有高度，你就比较不会去嫉妒其他人。比如说，总统大概不会，我只是说大概哦，大概不会嫉妒院长，行政院长大概不会嫉妒一个行政院的科长，那科长大概不会嫉妒组员，市长大概不会嫉妒里长，美国总统大概不会嫉妒他国总统。我只能说大概因为这绝对都是有例外的状况就是因为他有那样高度。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去板桥进士堂演讲，然后我就从那个讲经堂从1楼走到差不多4楼的高度，很轻松自在。可是后来我从旁边的楼梯走到4楼的高度开始喘，为什么？我的高度是一样的，但是我的视野不一样。因为当我走那个很宽的讲经堂的时候，我的视野很大，所以走起来就比较轻松愉快。比如说很多人，我相信他爬楼梯爬4楼会喘，可是我相信他爬山爬到4楼会喘的人不多。为什么？因为视野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自己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的时候，我们人生这条路就比较不会疲乏。当不断扩大我们的高度，扩大我们的远见的时候，你就不会计较那个人的一点成功，不会去忽略别人。所以如果我们走一般的楼梯，景色一成不变，狭窄单调，我们就会走起来就会觉得很累。那爬山的时候，你有朋友，美丽的风景，而且你有看到山头，你有一个目标，
你就比较不容易觉得累了。好，所以当我们走迷宫，我们可能自己在走迷宫的时候，可能会不知道怎么走。可是当你有了高度，你从高空俯瞰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其实走这条路就可以出迷宫。可是当我们没有那个高度，一直陷在我嫉妒这个人等等等等的话，你等于就是永远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高度，你就永远走不出内心的迷宫。好，比如说在心理学也有很多一体两面的例子啊。好，就是比如说，可能同一个图你看是一个小姐，另外一个图看就是一个老太太，这样的图其实非常的多。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体两面，看你怎么去看待。好，而且我们扩大来看，其实比什么呢？宰相肚里能撑船，大爱包容地球村啊！真的比什么？我接着要用3个面向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时间。怎么说时间呢？我们看中国历代号称5000年历史啊，5000年有一个人很红，你会不会嫉妒他？不会嘛，对不对？好，而且就算你当时，可是如果我们当时是5000年前的那个人，你可能会嫉妒说啊，为什么你这么有名？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你？可是想在5000年后的现在，当时的嫉妒有任何的意义吗？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好，你现在一点也不会在意，但是当时你的嫉妒可能造成了彼此的仇恨，拖累现在的你。好，那相反来说，今天你嫉妒的人终将成为5000年前之后的人来看待的人哦。你可能不会再相遇了，可是当时你嫉妒他的那一份仇恨、嫉妒的种子，却跟你如影随形。好，第二个，我们来从空间来思考。我们说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我们的宇宙到底有多大呢？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他说全宇宙的星球，我们举个例子啦，比如说我们在海边这样弄一把沙，可能有人说它可能有700-800万粒吧，好，可能有这么多。那全世界的沙子多不多？你想想看，那是非常非常非常惊人的。你光是七星潭的沙子就有多少，而那个跟全世界的沙子比起来，那根本是微不足道啊。有人说，全宇宙的星球大概是全地球沙子的10倍，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宇宙的星球有多么多么多么难以让人想象的一个例子。好，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多的哈。那当我们心包太虚、量周杀界的时候，其实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去嫉妒这个人、仇恨这个人，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上人说啊，双眼虽小，可以看见万事万物。为什么我们的心不能宽广装进整个宇宙呢？其实当我们心量不断扩大的时候，可以心包太虚。好，这是空间来说。第3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好，人与人之间怎么说呢？举一个例子，你会不会嫉妒自己的儿子女儿？绝对不会嘛，你一定会希望自己的儿子女儿比自己更好，对不对？好，可是我们从轮回的角度来看，这个你今天嫉妒的人，有没有可能曾经当过你的儿子女儿呢？站在轮回的角度来看，绝对有可能，对不对？或者是他可能曾经当过你的爸爸妈妈，你大概也不会嫉妒你的爸爸妈妈很成功吧？好，应该是不会。所以我们不会嫉妒我们的儿子，不会嫉妒我们的女儿。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嫉妒这个人呢？若不是他上辈子是你的儿子女儿，也可能在下辈子或下下辈子是成为你的儿子女儿，或是成为你的父母。那么我们还会去嫉妒他吗？绝对不会，对不对？所以生生世世，其实我们互为眷属，我们互为亲人啊。好，所以第4个，好，刚刚我们提到第3个方法，就是从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来分享。好，那第4个跨越嫉妒的方法，把嫉妒当柴火。怎么说呢？就是当你不去嫉妒的话，下次会换你成功，因为你嫉妒的话，看不惯别人的成功，见不得人好，自己的怒火、自己的能量都拿来变成心中的怒火，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其实我自己也想到，一念妒心起，也是火烧功德林啊。好，当你这种嫉妒心态一养成，
就像我刚才说，你会拖慢自己成功的速度，甚至可能离成功越来越远。你的2年越来越多，你的2元越来越多，你自然离成功也就越来越远。反过来说，如果看到别人成功，欢喜赞叹，和他结好缘，不只提升自己的人格，我们也跟很多人处处为善，贵人多，将来成功的机会也会大。好，所以重要的是，这位成功者，不论他下半生或下辈子的成就如何，他看到你愿意赞叹他，帮助他，那么将来他有一天，他也会用这样的心情来帮助你，赞叹你。所以我们要把嫉妒拿来效法，拿来祝福，而不要拿来拖慢自己成功的速度。有一本书叫《有钱人想的跟你不一样》，它里面有一句话说啊，有钱人会欣赏其他的有钱人和成功人士，穷人只会讨厌有钱人和成功人士，因为你不可能成为你讨厌的那种人。所以这句话也让我印象很深刻。你今天嫉妒一个人，讨厌一个人，你就不太可能会成为你讨厌的这种人。所以一样的道理，我们要把那个能量拿来让自己更进步，让自己更好，而不是让自己拖慢成功的速度。好，这本书我觉得很好。第5个，盘点生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过心算哦？那我曾经有一次演讲的时候，我就说，真正的心算高手是什么？不是算365乘365是多少，不是这个，而是你能不能拥有感恩心，算一算自己有多幸福，这才是真正的心算高手。那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不要用自己的 NG 片段比别人的精选片段。我觉得蛮有趣的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你那么好，你那么好，你那么好，因为那是别人的精选片段啊。那可能现在是你的 NG 片段的时刻。好，所以不要用自己的 NG 片段去比别人的精选片段，算一算自己有多么幸福。当你有那份嫉妒心的时候，你也要换一个角度想，可能代表你已经拥有很多了。就像我刚才说，主播之间的那种勾心斗角，艺人歌星的勾心斗角，或者是那个宫斗剧里面的勾心斗角，这些会有勾心斗角的人，其实他已经有相当高的名位地位了。好，所以其实当你有嫉妒心起的时候，另外一个调伏的方法就想说啊，那代表其实我已经拥有很多了，只是我还要更多。所以歌迷大概不会嫉妒明星，但是明星可能会彼此的嫉妒哈。那再来呢，就是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比如说例个例子，曾经有很多环保志工，我们要想想，今天人家会这么的成功，人家这辈子或是上上辈子做了多少好事，他们这样像我们环保志工很多很多他们做的事情，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真的是用生命做环保，用生命做慈济。而且人家做了多少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说那个10元阿嬷，有没有？我们有一个卖便当的10元阿嬷，好，就是不舍得赶口粮没东西吃，所以那个饭菜钱都算得非常非常少。后来他往生的时候，哇，好多被他帮助过的人大排长龙去欢送他。我们做得到吗？那你想想看，这个阿嬷将来有一天，他会不会变成不断的轮回？因为他跟这么多人结好缘，他有一天就会成为非常成功的人。那这时候你要去嫉妒他吗？还是想想看，他上辈子做了多少我们做不到的好事？好，所以这样一想，你可能嫉妒心就会稍微减少。比如说我们的一位张美英老师，她的先生是台大副教授谢焕如，被一个更生人活活打死。可是他从花莲参加营队活动，赶回台北看到先生的时候，先生已经没有呼吸，却在他先生的耳朵旁边跟他说：“你要放下。”甚至后来还用写信去鼓励受信人，希望他能够重新做人。如果今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可能做不到。所以今天人家的成功，一切有因有缘，都可能是他生生世世做来的。我们既然做不到，我们就应该要去赞叹别人
而且要想想看，人家是多么用功精进。我们慈济志工很多会晨钟起熏法香啊，然后他就会多么样的去精进，我们可能做不到，所以人家比我们好，我们也应该要认为理所当然。而且德慈师父，我今年曾经听过德慈师父的分享，他说上人曾经跟他说，第一代弟子就要彻底牺牲，当拱桥，让人家因为这座拱桥能够跨越到彼岸。所以当我们这么多人愿意彻底牺牲成就我们的时候，他下辈子下辈子会不会更容易功成名就？那这时候我们要感恩呢，还是去嫉妒呢？好，这就是一念之转。佛陀说头目谁脑悉施人，佛陀能够做到这样，所以今天能够成佛，那这应该我们既然学佛就是要成佛啊，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学习佛陀这样的精神。我们也知道常不轻菩萨，他就是常常恭敬别人。我觉得常不轻菩萨是我们可以效仿的对象，看到每一个人都很恭敬，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未来佛，每一个人都是未来佛。所以你会嫉妒佛陀吗？绝对不会，对不对？我们会尊敬佛陀。那如果每个人都是未来佛的话，我们怎么会去嫉妒他呢？所以上人曾经开始说，学佛的修养是要每个人保持平常心，看见任何人都能够起欢喜心，用佛心看人，人人是佛。再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您是上人，您会嫉妒别人吗？我相信也不会。曾经当我当慈青的时候，在志工早会有一次我分享说，希望我将来也可以成为他方世界的上人。哇，那时候可能会觉得你很骄傲自大，你怎么可能会这样想？可是我站在佛教的角度来看，人人都是未来佛，人人都是佛，所以人人在成佛之前要成为他方世界的上人，每个人都有可能。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一天是上人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嫉妒别人。好，再来，有佛法就有办法。法譬如水说，愿除量小嫉妒心，见邪思其众善因。而且我们要忏悔自己的嫉妒心。我常常在心中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那圣严法师说，妒忌心是根本烦恼之一。贪嗔痴啊，有的经典就叫做贪欲、嫉妒跟邪见，有没有看？就包括了嫉妒。嫉妒心会产生很多阻碍，见不得人家好，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结果会什么？扭曲我们的判断力，让人变丑。嫉妒心的人他会扭曲的，所以当你讲人家不好，嫉妒别人，受害的其实是自己。好，对治之道就是感同身受。当别人获得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想象是自己获得赞美一样，得到也不要骄傲，不然会有更多人嫉妒你。所以我自己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慈济是现代的迦诺迦尊者，在修行团里面更不能彼此嫉妒，因为将来都在好的团体做好事，将来都会很有福报。但是如果不能化除嫉妒心，将来可能彼此变总统、变将军、变领袖，那个仇恨嫉妒心这样碰撞起来，那个伤害会更加巨大。好，所以慈济是现代迦诺迦尊者要化解大家生生世世以来的彼此的不喜欢，好，彼此的怨恨等等。上人说，心中无形的风灾是无明，无形的刀剑是嫉妒心，无形的鬼魅是疑心生暗鬼，无形的心欲是指入邪道法。这些无形的心贼会灭除人之善根，毁尽修行之功德林。而学佛就是要锻炼照顾我们自己的心，不只要去除嫉妒心，还要进一步的赞赏别人，尊重别人。如果不能赞赏别人，反而去嫉妒别人，对自己是一种伤害。那赞赏别人是习气，嫉妒别人也是习气。既然是习气，就可以借过修行之力去除。上人又开始见他荣富，起心嫉妒，广心不善，会招来未来生死之苦。没有贪，没有欲爱，就没有这种嫉妒的结在心中。有了嫉妒，就会毁谤。所以像提婆达多跟佛出家，但是无明习气不改，还会嫉妒去加害佛陀。而且慈济也曾经经历过无明网的攻击，我们更要将心比心。
我想如果问大家是不是愿意解救苦难众生，大家一定会想说我愿意。可是上人说，自己内心如果烦恼纠缠，自己就是苦难众生。当我们嫉妒心起，我们自己就是苦难众生了。所以我们要把嫉妒心化为精进心，祝福别人成功，下次换您成功。嫉妒别人成功，永远都难成功。那你妒忌一个人，会多一个敌人；赞叹一个人，你会多一个贵人。所以我很喜欢一首歌《爱的真谛》，里面就有提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用几个面向跟大家分享如何跨越嫉妒。那我的主题就是提升气度，不嫉妒，用几个方法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思维，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感恩大家。